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美国的环境相比中国来说，混乱程度可以说是相对严重一些。就公民可以持枪这件事，中国肯定做不到这样。今天我们聊的是 NBA 黄金一代球星惨遭杀害，被发现的时候身体只剩1/4了。美国警方用了7年才侦破此案。原来凶手竟然不是最不可能的人。开头说的这么惨遭杀害的巨星啊，那可是1996年黄金一代和科比、艾弗森、纳什等人一年进入 NBA 的。他是第7顺位，比科比还要高呢。不过他在巨星云集的96年一代啊，显得不那么突出。他叫洛伦岑·赖特。可能有的观众会说，什么球星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件 NBA 球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无比令人咋舌的犯罪过程。2010年7月19日深夜，美国田纳西州911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，一个男子大喊救命，接着就听到陆续11声枪响了。等警员再询问，电话挂断了。警方很快明白了，这是有人被枪击了。他们丝毫不慌，毕竟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，他们有着丰富的处理经验。他们开始定位报警的手机位置，很可惜定位失败，再拨回去无人接听了，只能确定大概是从孟菲斯市科尔维尔镇附近。他们通知了科尔维尔的警局，科尔维尔警局派出几名警探在附近转了几圈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于是就不了了之了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有一位老母亲到科尔维尔的警局报案，说自己的儿子好几天联系不上了，还报出电话号码。在报出电话号码之后，警察惊奇地发现正是19号报警的。那位老母亲还特意嘱咐警官说，我儿子是球星啊，被人称之为孟菲斯之子，希望你们能够重视。警员一听就知道是谁了，孟菲斯之子嘛，洛伦岑·赖特。虽然放在 NBA 只是一个小人物，但是在这个小镇出一个 NBA 球员的不容易啊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警方这才重视起来，出动大批警员搜索。在7月28日报警的9天之后，在郊区的一处森林中发现了一堆人体组织，大概只有20多公斤，50来斤。拿过去一化验，证实是孟菲斯之子。赖特老妈伤心不已，警方也迅速展开了调查。这绝对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谋杀案，因为他们在仅存的赖特的尸骸上面就发现了9处枪伤。赖特身高2.11米，体重116公斤，232斤呢，怎么就剩50来斤了呢？一是时值夏日，尸体腐败的严重，还有就是附近有很多野兽。警方成立专案组对赖特展开调查，调查也得先从了解他的生平开始啊。赖特96年进入联盟之后，司职中锋，先后效力了快船、灰熊、国王和骑士。2010年宣布了退役。在 NBA 的13年，他一共挣了5000多万美刀，虽然无法和那些巨星比，也远超常人无数倍啊。稳稳当当的做一个富家翁，可以说是几辈子都不愁吃喝，这算得上是事业成功又多金了。另外一边呢，他和初恋女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这个初恋女友既是自己的高中同学，又是自己高中时期交来的女儿，那是无比登对，无比幸福。结婚后，妻子给他生了6个孩子，这可以算得上是爱情家庭幸福美满了。可就这么好的人生，却被现实一点点的摧毁了。毕业之后，赖特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可支出那是一点没少。赖特没有存钱的习惯，虽然13年挣了5000多万美刀，但花的比挣的还多呢。现在毫无收入了，但是还得支撑庞大的开支。这些开支包括啥呢？比如6个孩子的生活费，媳妇儿的购物花销，还有对亲朋好友的无偿援助。很多黑人运动员有可能支付着自己一村人的开支啊。有一个经典案例，就是曾经的阿森纳和巴塞罗那的足球运动员亚历山大·宋，他的收入一大部分都给了自己的哥哥亲戚了，因此宋无论状态多差也不敢退役。他作为年薪1000万的球星，甚至穿的都是旧球鞋，有时候队友看不过眼了，最后自己实在没钱支付不起这些亲戚的费用了。是阿森纳时期的队友范佩西帮他买了一卡车的牛肉，送到了他们村里。好了，回到赖特身上，他的情况跟宋也差不多，他因此几乎破产，2处豪宅因此无力偿还贷款而被银行收回。家外站着很多人过来找他，80%是过来求资助的亲朋，剩下的是不少债主。赖特青梅竹马的妻子希拉忍受不住这种生活，选择和他离婚了。赖特一下子从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，直接坠入了家破人亡的境地之中。警方一查，哎呀，有债主呀，
是不是还不上钱，被债主给弄死了呢？于是警方开始从这些债主身上查起，可查了一通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因此警方将目标转移到了希拉的身上，因为有人发现呢，他是从希拉家里头离开遇害的。希拉说了，是的，那天他是来我家了，虽然我俩离婚了，但是6个孩子都判给我了，他有权利定期过来看看孩子。那天也是如此，可还没等到晚饭时分，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。我听电话里头好像说他要把货拿过去，对方要11万美刀购买。希拉还说了，这些电话呀应该是当地黑帮，原来赖特破产之后，为了维持生计，竟然开始贩毒了。难道是黑帮黑吃黑吗？警方迅速对与赖特有过交集的黑帮成员进行了调查，可最后又没有啥结果。原来最有嫌疑的2个人现在都在监狱里头服刑呢，他们是不可能越狱作案再回去。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困局，而且这一闲就是7年。在这7年之间，希拉依靠着赖特死去这个热度出了书了。在书中，他痛斥赖特对他家暴，还说他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接触毒品。曾经的孟菲斯之子在他的书中变成了瘾君子、变态和小人，而他则凭此赚得盆满钵满，还经常出席各种活动，成了一个小名人。这个事直到2017年10月才有了重大的反转。一个叫吉米·马丁的囚犯声称，我知道当年赖特是怎么死的，他是被我表姐害死的，而他的表姐就是希拉。说了他的表姐曾经找过他，要他干掉赖特，这样他就能获得赖特购买的100万的人寿保险了。当然受益人肯定不是他呀，都离婚了，受益人是赖特和他的6个孩子，不过孩子还未成年，这钱不就归他支配了吗？警察调查出这个吉米·马丁是谋杀女友的罪名被抓的，可真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那这个赖特是你杀的吗？警察问吉米·马丁，吉米·马丁马上否认，不是我帮我表姐找到我的朋友比利。开始我们3个人准备一起动手，但是我有别的事我就没有参与其中。2017年11月9日，通过吉米提供的线索，警方在一处距离他们家不远的野湖里面打捞出一支手枪。经过技术人员的监测，这把枪就是当年杀害赖特的枪而这并不是一把黑枪，枪上还有编号呢。根据编号查出，购买者正是吉米所说的那个朋友比利。同年12月5日，比利和希拉双双被捕，在物证和人证面前，2个人承认罪行了。赖特就是他俩杀的，而且他俩私通了很多年了。赖特过来看孩子，看完孩子开车就走了，他们俩开车尾随在郊外，就把赖特给处理了。最终希拉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，亲自动手的比利则被判处了终身监禁。这个案件整个来说就是挺无语的，阿飞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只能说是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今天圣诞节，阿飞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好了，今天关于 NBA 球星赖特的案子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